这个时候呢，转牌我下注半个底池7000，他想了非常久，用了一个 time bank， 然后呢才跟注，然后合牌是一张7，小盲位玩家又过牌，没有对子，没有摊牌价值，然后又没有阻挡到对手跟注2次黑桃的组合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招。当下呢，我就选择了 all in， 然后呢，他想了非常久的时间，对他跟注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500的战队福利。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还可以额外领取$10的锦标赛基金。活动时间有限，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好，大家好，我是小 P。我们今天要来参加这个5000的豪客赛。那它原本呢应该要在昨天开始哦，但是因为玩家人数不足，所以呢改成是今天的下午1点开始。那同时呢，他也把这个盲注结构从40分钟变成30分钟哦，也就是说，希望在最后一天的时间内呢，能够结束这场赛事。首先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起始筹码是5万啊。第一把比较有意思的牌呢，是在这个200、400的盲注级别。然后呢，我在 CO 位我拿到86梅花，选择加注到1000，然后小盲位跟注啊，大盲位选择一个3次下注到4200。那我认为在这个超过100个大盲的情况下呢，我如果拿到5、6同花、6、7同花、7、8同花呢，都会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一个间隔的同花连牌啊，比如说6、8啊、9、7啊、18这种。我觉得就会稍微边缘一点。如果说我有在升筹码的情况下，在有位置的情况下，选择跟注这些手牌，如果小盲位也有可能跟进来的话，我觉得不会到太糟。那翻牌是 A2、4。2张梅花，然后底池9800，对手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3500。我认为他翻牌前选择3次下注的手牌呢，这个翻牌都会全范围的下注。那我认为我的手牌呢会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如果我今天要考虑加注的话，我会希望我的手牌至少是有更多的odds，譬如说 K3 梅花或者 K5 梅花，或者是有一些手牌可以转牌变得更多odds的一些同花听牌。那我觉得6、8梅花应该会落在一个高频率的跟注啊，所以我选择了跟注啊。转牌是一张黑桃9啊，底池16800啊。这个时候呢，大盲位持续下注7600，不管他下注1/3或接近半个底池，我的牌呢都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啊。下一手牌呢是一个在200、500的盲注级别啊，我在 CO 位，然后呢我拿了 A6 黑桃啊，选择加注到1001。然后呢，大盲位的玩家跟注，翻牌是863啊，彩虹面啊，底池2900，大盲位玩家过牌。那我认为呢 ，A6 应该会是一个很高频率的下注，原因是因为这个我们的牌是需要保护的，再加上我很大的几率呢是有最好的手牌哦。然后呢，我下注的时候呢，他也会跟注一些比我更弱的手牌啊，不管是双头顺，不管是更弱的对子，所以呢，我选择了下注1500，大盲位的玩家跟注啊，转牌是一张叠牌8，那这个时候呢，大盲位玩家过牌，那我的手牌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摊牌价值，所以我也选择过牌。那合牌开了一张4，底池5900，然后这个大盲位选择下注3500啊，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下注，但我觉得我手牌是一个蛮顶端的范围。如果我今天是77，我应该也会跟注；如果我今天是99以上的对子，当然我都会跟注。那我认为 A6 在这边呢，跟77以上的对子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哦。然后呢，我们的手牌呢就是很明显的跟注啊，原因是因为大盲位在翻牌跟注的范围呢，可能会有一些90啊，然后97啊，都是一些很明显的这个双头顺的组合，然后合牌没有中。以整体来说呢，我们还是赢多输少的情况，我就选择了跟注。然后呢，看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它是5、7不同花，也就是它合牌中了顺子哦，所以就让我输了一个小底池。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前的情况，200、500的盲注级别呢 ，low 价位的玩家他大约剩下2万的筹码量，选择加注到1000，然后 high 价位的玩家跟注，然后这时候到我大约有28000的筹码量啊，然后呢，我拿到了 AK 同花，一个加注一个跟注，我们这边的加注尺寸呢，我认为会接近大概4000到5000之间，我觉得都是一个合理的范围。那当下我选择加注到4500，然后呢，这个 low 价位的玩家呢，他就直接 all in啊。我认为我这边 JJ 以上的对子跟 Ace King 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那我会不会跟到更宽？我觉得对上这位玩家有可能，但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这个范围。然后呢，我选择了跟注 low 价位的玩家是1对9。
就是我没有击中我的 AK， 我就输了。那以预设策略来说，如果我是他的话，我认为99跟 Ace Queen 应该都会是一个非常高频率的跟注，而不是选择全下。下一把牌的筹码量呢是在这个300、600的盲注级别，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在大盲位，我放了前注之后呢，只剩下5000啊，就是不到10个大盲。然后呢是 bottom 位的玩家加注，小盲位的玩家跟注。然后我看到我的手牌，我在大盲位拿到了 KJ 梅花啊，这是一个很明确的 all in。bottom 位的玩家选择再加注到1万，然后呢小盲位的玩家弃牌。然后我是 KJ 梅花，然后大盲位是 Q6 红桃啊，这把牌呢翻牌就是 KJ 啊，所以我翻牌就击中2对，然后呢就筹码翻倍。下一手牌呢是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状况。好，我在bottom位，我有1万的筹码量，我拿到1对8，300、600的盲注级别有加注到1200。啊，小盲位的玩家跟注，大盲位的玩家跟注啊，这2位玩家筹码量都比我多啊，我只有1万啊。翻牌是 KJ4，底池4200。然后2位玩家都过牌，这个时候到我在bottom位。那我认为88应该会是一个很高频率的最好的手牌哦。但是我觉得下注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是说让盲注位的一些随机的，相对我而言是一些高牌，让这些牌弃牌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那我当下呢选择了下注，所以呢我在翻牌下注了1500之后呢，小盲位玩家跟注，大盲位弃牌，然后转牌是一张7，底池7200。我们到转牌如果被跟注的话，那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放弃，希望可以到摊牌。那如果说对方在合牌下注的话，那我们会根据情况，但应该很高的几率会选择弃牌哦。转牌是一张7，然后呢他选择过牌，我也选择过牌，然后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小牌，然后呢小盲位又过牌，那我们这边很明确就是一个摊牌价值，我就选择过牌，然后小盲位是1对5。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可能会希望跟注一些中队啊，9J 同花、10J， 我觉得比较适合哦。如果在一个大盲位还在的情况下呢，我觉得1对5的跟注是有一点边缘。如果我是他的话，1对5可能不会跟注啊，所以这边1对8呢赢下了一个小底池啊。下一手牌呢是在400、800的盲注级别，然后呢对手在 hijack 位选择加注到1600。那我在大盲位，我只有15000的筹码量，我拿到 A9 梅花，我认为这手牌呢选择跟注会比较好一点啊。当下呢，我大约是20个大盲左右啊，选择了跟注啊。翻牌是 AK4 彩虹面，底池4400，啊，我选择过牌。hijack位的玩家持续下注了1200，那我们这边的手牌呢会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然后转牌是一张10啊，然后呢我又选择了过牌啊。这个时候呢，这位玩家呢也选择过牌，然后合牌又是一张叠牌10，我这边的话可以考虑下注，但以整体的范围来说，我是一个很明显的弱势，当下选择过牌，然后对手选择了一个比较大的下注，底池6800，他选择下注5000，那我们的手牌呢就是一个很明确、很简单的跟注。我是 A9 梅花，然后呢对方开牌，对方是 A9 方块啊，所以是一个分钱的状况。下一手牌是在这个盲注单挑的情况啊，400、800的盲注级别，小盲位平跟啊，我在大盲位，我有13000的筹码量，我有 K9 不同花，可以考虑翻牌前 all in。那当然过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哦，当下选择过牌啊，翻牌是 A29，底池2400。啊，这个时候小盲位过牌，那我认为在 A 猜的翻牌，其实我们的范围呢，基本上 A 的范围会非常的少。原因是因为面对小盲位平跟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的 A 翻牌前都会全下，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翻牌我们很难会有 A 的对子，我们最强就是像这样子中了一个中对，当然可能会有92两对，但你实际上来讲，我们大部分就只会有中对，而不会有顶对。但是呢，小盲位平跟它是很有可能会有一些 A。啊，选择慢打，也就是说，在这个范围上，它是有比较多的 A 的组合的时候，我们的下注的频率呢就会比较低一点啊。所以呢，当下我也选择过牌，那转牌开一张10，然后呢，对方又选择过牌啊。我当下转牌呢，选了一个比较保守的策略，选择过牌。合牌开了一张9啊，让我们合牌中了3条。然后这个时候小盲位又过牌，那我们的手牌呢，当然很明确的就是一个价值下注。那我认为选择的尺寸呢，只要是超过1/2到满帕，甚至是更多，我觉得都可以。那我当下选择的下注尺寸呢，选择下注1500。这个小盲位啊，他想了一下之后呢，他就跟注，然后呢，看到我的手牌之后呢，他就选择弃牌啊，所以我就赢下了一个底池。下一手牌呢，这把牌呢是在400、800的盲注级别，然后我在bottom位，我大约有16600啊，就是大约20个大盲多一点点，然后我拿到1对10。那我选择了最小加注到1600。那我的这个朋友呢，他的大盲位啊，他选择了跟注，翻牌是742，两张黑桃啊，底池4400。然后呢，这个时候大盲位过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10，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很明确的高频率的下注。
哦，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希望过牌看到一些高牌嘛，然后对方有可能会在翻牌会做一些加注的动作，那当然是非常的好。我们如果可以在翻牌把所有的筹码都投进去，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所以呢，7422张黑桃的情况下呢，4400的底池，我选择了下注2000，然后这个时候呢，大盲位就直接 all in 我。那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我认为我只要有中顶对以上啊，就是比如说任何的气上的对子，应该都会是很明确的跟注。对手是68黑桃，然后呢转牌跟合牌都是开了无关紧要的牌啊，所以呢你的筹码翻倍。下一手牌呢，精彩。600、1200的盲注级别，小盲位呢是一个韩国玩家，他筹码量非常的多，然后我在大盲位我只有36000啊，小盲位选择了平跟，然后我在大盲位是 Q5 不同花。那我们这手牌呢可以过牌，也可以选择加注。那我当下选择加注，原因是因为这手牌呢，我觉得翻牌前如果可以赢下底池，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尤其是一些不同花的手牌，它的可玩性比较高一点。那我认为，如果我翻牌前加注根据一些适合的翻牌呢，可以让我赢下底池的机会会更高所以呢，这个小盲位平跟，然后我选择加注到3600，然后这个时候呢，小盲位的玩家跟注3600，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个翻牌，翻牌是 A14 2张黑桃底池8400，然后呢，这个时候小盲位玩家过牌。那我们在这个翻牌呢，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很高频率的下注，原因是因为高牌越多的翻牌呢，对于加注的玩家是越有利我会有很多的 A， 我会有10，我会有 AA， 我会有 A10基本上我刚刚讲的那些手牌呢，它的范围里面基本上都不会有，又或者说很少。所以呢，底池8400，我选择了一个下注2700这个时候呢，小盲位跟注转牌是一张6，小盲位玩家又过牌。那我认为我这手牌可以考虑转牌再下注，原因是因为我认为他翻牌前选择了平跟之后，再跟我加注的手牌，其实 A 的手牌比较少。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大部分的玩家如果有 A 的手牌都会主动加注，所以我觉得平跟之后跟加注有点像是，比如说很多10的组合，18同花、90不同花、10J 不同花，就是这些10呢可以适合看到翻牌，但是觉得加注好像不一定够强至少我觉得它的范围会是这种对子比较多。当然它会有一些中对，也会有一些底对。那我认为转牌下注的好处就是这些中对跟底对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底池13800这个时候呢转牌我下注半个底池7000，然后呢他想了非常久，用了一个 time bank， 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呢才跟注，然后合牌是一张7，小盲位玩家又过牌，然后这个时候底池23800。那我认为这个情况下小盲过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手牌会是一个很高频率的 all in 炸胡。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我今天是2张黑桃，比如说 KQ、KJ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过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手牌还赢一些，比如说他如果是2张黑桃，比如说同花听牌的手牌，那我的 K 还有机会可以赢。你想想看，在 A14、6、7，我要找到没有对子的手牌，其实蛮难的连8、9都是顺子，连3、5都是顺子，连5、8炸胡都是顺子所以其实我们的手牌范围要找到完全没有对子的炸胡，其实蛮难的。然后 K 嗨我也不用炸胡所以我觉得这个 Q5呢，完全就落在一个没有对子、没有摊牌价值，然后又没有阻挡到对手跟注2次黑桃的组合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炸胡。然后呢，当下呢我就选择了 all in， 然后呢他想了非常久的时间，然后呢对他跟注了，他是 A2 不同花。那我觉得有 A 应该会是一个很明确也蛮简单的跟注所以如果他有 A 会想的话，那我觉得我应该会有非常高的几率可以把他其他的对子都给炸胡掉。他连 A 都在想，那其他的牌他可能都不会跟。然后呢，我就很快的去重买但是呢，我一上桌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他不是要 slow roll 我他的意思是他觉得他输了但是他还是决定跟注我就听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觉得你输了，你还会跟注吗？这没有逻辑嘛。就像说你听到 FTX 要倒了，然后你的决策是什么？决策就是赶快存钱进到这个快要倒的公司，不合理，你知道吗？扑克玩家的矛盾就是，像如果我做决策，对不对？我就觉得我要赢，我才会跟注嘛，对不对？我们的言行举止要一致，这才是有逻辑的扑克玩家。他不讲就没事，他就sorry我以为我输了，所以我才这么久才跟，然后怎么样？我听了就更火这样。我明明想要跟他讲一些有的没有，但想说算了，我不要，我怕他讲错话。我们不要跟人家一定会讲错话，是不是？我会觉得会讲错话就当做没这回事，因为刚好重买的时候又坐到原位嘛，又坐到他旁边。